DJI Neo 問世之前，航拍機俾人嘅感覺咧，通常都係同專業、操控複雜同埋高門檻畫上等號嘅。直至到上年 ，DJI 首次推出咗全新入門航拍 Vlog 機 DJI Neo， 憑住零門檻同埋親民嘅定位，真正將航拍由專業嘅領域解放出嚟。雖然 Neo 令航拍門檻降低，但係受到價錢同體積所限，冇避障呢一個致命傷，令唔少新手都要提心吊膽咁飛，伴隨住極高嘅炸機風險。最近 DJI Neo 終於就推出咗第二代，定位亦都升級做會飛嘅跟拍攝影師，官方就宣稱會帶嚟更穩定、更簡單、更安心嘅體驗。咁究竟今次係一次普通嘅硬件升級，定係終於補完咗初代缺陷嘅完全體呢？咁今次咧就出嚟同大家實測一下 Neo 2嘅新功能啦，同大家分析一下到底值唔值得你入手新機，而如果係 Neo 上一代嘅用家，究竟又值唔值得你出手升級呢？喺講 Neo 2嘅升級之前，先同大家睇下佢個樣先。今代 Neo 2整體嘅外形同上代都好相似，機身顏色就由上代嘅淺灰色變咗做深灰色，而且機身嘅 size 同螺旋槳都明顯大咗啲，電池擺位亦都由機底改為機背。拍攝模組選擇按鍵就改咗去機身右側，而且由上代單按鍵改成3按鍵。機身正面亦都加入咗一個迷你屏幕，由選擇拍攝模式到單手起飛都可以做到啦，非常之方便。雖然今代機身大咗，但係機身重量亦都唔算重咗好多，正機重量都係比上代多咗20 gram 左右，連埋電池計都只係多咗11 gram 嘅啫。喺民航處嘅小型無人機分類都係屬甲一類嘅小型無人機，唔需要註冊同購買保險就可以飛啦。咁喺講完外觀之後，梗係要講一講今代 Neo 2嘅升級啦。首先就由最關鍵，亦都係大家最關心嘅一點講起，就係安全性能啦。好多用家都記得上一代 Neo 雖然夠晒輕便，4個螺旋槳亦都有加固保護罩，可以好好保護螺旋槳，避免碰撞受損。但係冇配備到避障功能，一撞到障礙物就會直接墜機，確實令唔少新手喺飛行嗰陣都要提心吊膽，好驚會炒機。而今次 Neo 2最大升級就係機身加入咗2個魚眼攝像鏡頭同一個激光雷達組成嘅一套360度全向避障系統。呢一套系統令機身可以精準咁感知周圍嘅環境，一旦偵測到障礙物嗰陣，佢就會根據設定自動停低或者繞過障礙物繼續飛行。對比上代 Neo 嚟講，呢一個升級嘅安全保障可以話為用家帶嚟更安全嘅保障，亦都可以為新手喺飛行嗰陣大增信心，避免因為操控失誤而導致炒機嘅風險。但係要注意嘅係，如果 Neo 2喺比較暗嘅環境之下飛，佢嘅避障系統就未必可以完全發揮作用，所以建議喺呢一啲環境之下都係避免飛行啦。而 DJI Neo 系列最大嘅賣點就係佢嘅智能跟拍，上代 Neo 嘅跟隨速度最高都只係有秒速8米，如果係散步、慢跑都可以跟得實。不過如果跑步跑得快啲，踩單車嘅話，好快就會跟甩。而今代 Neo 2將速度提升到秒速12米，雖然就咁睇數字呢，就好似唔係提升咗好多，但係呢一個速度已經足夠用嚟跟住你跑步、踩單車，甚至係滑雪。Neo 2都可以好快咁追蹤到，尤其喺大幅度轉彎嗰陣，都唔會再咁容易跟甩。如果你用電話連接嘅話，仲可以喺 DJI Fly App 入面選擇跟隨角度。另外 Neo 2嘅抗風等級亦都由上代4級升到5級。上代 Neo 我哋喺實際試飛嗰陣，喺低空飛行嘅表現都好穩定，但係喺大風嘅環境之下，都會見到佢搖得好明顯。雖然出嚟嘅畫面冇話非常之搖擺，不過或多或少都已經影響咗片嘅質素啦。而今代 Neo 2升級去到5級抗風，喺大風嘅環境之下，佢嘅搖擺明顯比上代少咗好多，唔會咁輕易漂移失控。不過有啲資深用家可能就會即刻問，抗風勁咗，但係佢得雙軸雲台，出嚟嘅畫面咪會震得好厲害？
而 Neo 2喺設計上就做咗一個好聰明嘅取捨，我哋實際飛行嗰陣喺大風嘅環境之下，因為機身要抗風，加上得2個軸向防震，望住遙控器嘅實時畫面，的確係會見到明顯嘅晃動。不過 DJI 額外為佢加入咗 EIS 電子防震，呢一個技術可以確保你實際錄低嘅素材穩定同順滑，出到嚟嘅畫面穩定性都完全冇問題。而 Neo 系列嘅一大特色咧，就係可以喺唔使連接手機或者係遙控嘅情況之下都可以飛到，亦都可以做到唔同嘅拍攝運鏡模式。只需要透過機底下面嘅3個按鍵揀好拍攝模式同參數之後，將 Neo 2放喺手掌，佢就會自動倒數3、2、1，咁就已經可以飛到啦。而喺操控方面 ，Neo 2除咗改良咗上代嘅語音操控，唔需要再講一啲好似命令咁嘅指令先控制到部機之外，今代仲加入咗手勢控制。只要你向住 Neo 2伸出手掌，用單手就可以控制佢上下左右嘅移動。2隻手分開或者合埋就可以控制佢嘅遠近距離。水平咁攤開手掌，佢就會自動降落喺你手掌上面，唔需要用到電話同埋遙控器，亦都可以簡單操作到 Neo 2，非常方便直接。另外，除咗加入咗手勢操控之外 ，Neo 2亦都有保留同上代一樣嘅智能拍攝模式，今代仲要由上代6個增加到12個。例如今代新加入嘅智能自拍模式，你可以將 Neo 2當成一部相機咁，幫你喺唔同角度自拍或者影大合照。以後去旅行嗰陣就可以唔使再帶腳架或者揾路人幫手啦。大師鏡頭呢一個模式就可以透過內置嘅 AI 自動幫你構圖同運鏡，唔知大家又覺得佢出嚟嘅成品點樣呢？仲有呢一個滑動變焦，超簡單就拍到經典嘅電影感鏡頭，呢一個就係我哋拍攝出嚟嘅效果啦。除咗頭先介紹嘅模式之外 ，Neo 2亦都有針對用於運動場景拍攝嘅騎行同滑雪追隨模式，照顧埋中意運動嘅用家需要。而喺拍攝規格方面，雖然 Neo 2沿用同上一代一樣嘅1/2英寸1200萬像素感光元件，但係鏡頭規格就由上代等效焦距 14mm f2.8 光圈變成今代 16.5mm f2.2 光圈。呢一個改動令感光元件嘅性能可以完全發揮出嚟。最高錄影規格就由上代嘅 4K 30fps 提升到 4K 60fps， 如果用埋遙控器，仲可以支援到最高 4K 100fps 嘅慢動作錄影。而令畫質提升嘅另一個關鍵就係 Neo 2嘅軸雲台，由上代嘅單軸雲台升級到雙軸雲台。咁做最大嘅好處係可以唔使好似上一代咁面對過多嘅電子剪裁問題，而家就可以幾乎用盡晒成個感光元件嘅畫質，令到畫面穩定性同畫質提升都非常之明顯。不過如果你經常用嚟拍 Reels，Neo 2雖然升級到最高可以拍到 2.7K 60fps， 但係出嚟嘅直導畫面就同上代一樣，都係利用 crop 嘅方式拍出嚟，唔似一啲高階系列嘅航拍機咁，可以將雲台轉90度嚟拍攝，變相用唔盡成個感光元件嘅面積，出嚟嘅畫質就冇咁高啦。另外佢亦都冇 D-Lock-M 或者係任何專業色彩模式，只有8bit直出色彩，意味住後期調整空間就會比較細。而低光拍攝亦都係佢嘅弱項，只要喺一啲低光嘅環境之下，出嚟嘅畫面雜訊亦都比較多。但係佢嘅定位係一部入門級嘅無人機，亦都唔能夠太過期望佢喺夜拍有好好嘅表現嘅。除咗影像之外，拍片嗰陣收音都非常之重要。DJI Neo 2同上代 Neo 一樣，都係可以利用連接咗嘅手機就可以收音啦。另外佢亦都可以配合 Osmo Audio 連接生態，連接專業嘅 DJI Mic 2、Mic Mini 去做專業收音，啱晒一啲專業嘅 creator。就連最新出嘅 Mic 3都支援到，可以用藍牙直接連接，唔使再用接收器，簡化咗好多設置嘅步驟。唔知大家又覺得個效果點呢？另外喺內置儲存方面 ，Neo 2嘅機身儲存空間就由上代嘅22GB增加到49GB。雖然都係冇支援到 Micro SD 卡，但內置嘅空間都足夠俾你用 4K 60fps 嘅最高格式錄製到大概100分鐘左右嘅。而
而 WiFi 傳輸速度亦都提升到最高80 Mbps， 但係如果你係用有線傳輸素材嘅話 ，Neo 2機身嘅 USB-C 插口就只係得 USB 2.0規格，速度最高都只係得40 Mbps， 用無線傳輸竟然快過用有線嘅情況，我就覺得有啲匪夷所思啦。另外，如果你係買 Neo 2嘅唱飛套裝嘅話，就會多一個數位影像傳輸模組，要將佢裝上 Neo 2先至可以利用到 RC 系列嘅遙控器，用嚟做長距離飛行，或者配合飛行眼鏡同穿越搖桿，就可以將 Neo 2變成一部穿越機咁玩。另外 Neo 2亦都支援 O4 圖傳，圖傳距離最遠可以去到10公里，遠超咗上一代。而喺續航方面 ，Neo 2嘅電池容量就由上代1435 mAh 提升到1606 mAh。官方就話 Neo 2最長滯空停留時間係19分鐘，只係比上代多咗1分鐘咁多。而我哋喺室內懸停測試當中，兩部機嘅飛行時間 Neo 大概就係12分鐘，會因為電量過低而自動降落，而 Neo 2就去到13分鐘先至降落。如果計埋起飛同降落時間，一嚿電大概只係用到8至10分鐘，飛行嘅距離就有啲限制啦。而充電方面，如果係購買 Neo 2套裝嘅話，就會跟埋充電池管家，佢可以支援65W快充，只係1個鐘就可以充滿3嚿電。但係如果你只係買淨機版，就淨係可以用到機身最高充電功率得15W嘅 USB-C 口充電啦，時間就要耐一啲啦。咁試咗 DJI 呢一部 Neo 2幾日之後呢，我覺得都幾值得升級同埋入手㗎。雖然今代 Neo 2嘅價錢就由1699蚊起，相比上一代就貴咗300蚊，不過喺安全同功能上面都有大幅度嘅提升。Neo 2就針對咗上代產品最大嘅問題安全性，進行咗自身嘅補強，加入咗全向避障，徹底解放你嘅飛行信心。呢一個就係最值得你升級嘅理由啦。另外，今代 Neo 2嘅跟隨速度亦都提升到秒速12米，而且亦都加入咗針對運動場景嘅拍攝模式，令到追蹤同埋轉向靈活性都有所提升，減少跟甩嘅情況。而對於追求玩法同畫質嘅 creator 同用家嚟講 ，Neo 2新增嘅 4K 60fps 拍攝、智能自拍同手勢操控，亦都將拍攝體驗從單純嘅記錄提升到創作同玩樂嘅層次。不過佢亦都唔係冇缺點嘅，例如電池嘅續航力提升唔多，機身 USB-C 插口就只係得 USB 2.0規格，同上代 Neo 比，今代想駁遙控器嚟做長距離飛行，或者想將佢變成一部穿越機咁玩，你就要另外加裝數位影像傳輸模組，而呢一個模組只係會喺配備遙控器嘅唱飛套裝以及體感唱飛套裝先至會有跟埋，而單獨購買數位影像傳輸模組嘅話，就要俾129蚊啦。不過如果你預算有限，只係想買一部航拍機仔，純粹為咗記錄平時帶去旅行或者用嚟拍下 vlog 嘅話，其實 4K 30fps 嘅畫質都已經好足夠，加上電池同續航力方面亦都冇咩提升，拍攝同飛行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如果你係一個有經驗或者相對會謹慎操作嘅話，咁上代 Neo 都已經可以滿足到你。唔知你對於 Neo 2嘅升級又有啲咩睇法？而原本係 Neo 嘅用家又覺得值唔值得升級呢？歡迎喺留言度討論下。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就記得 comment、like、share， 記得 subscribe 埋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再撳埋隔離個鐘啦。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